突然想想，天道老爷也是颇为不易。有秦他老爹已经霸座超过300年，积累了这么多的业障，轮回转世恐怕也要在18层地狱待上个几千上万年。哎，何必呢？李长寿心底吐槽了几句，身影一闪，离开了主殿下方，直接遁去了王宫角落。那里正在爆发一场乱战，王宫的侍卫们拼死护卫数十名身着华衣锦裙的妇人，大部分是国主最近20-30年的妃嫔。在这些妇人中，有一名头发花白、面容端庄的女子，与有秦玄雅相貌有3-4分相似。李长寿随手点出2只纸人，淡定地钻入了这个妇人以及他护着的那名年轻女子袖中。除此之外，该做点什么？李长寿细细思量着，圣人老爷让我来此地，定然不是为了让我救有秦玄雅的父母这般简单。有秦玄雅只是人教仙宗一名普通弟子，虽然长相颇美，但是资质并未到逆天的地步，这绝非引起圣人关注的原因。今日红林国之事，如果是跟生伤有关，那我是不是也成为了其中的一环？假如把有秦玄雅的父母亲人顺势接去修行之地，脱离凡俗，后事又该如何发展？李长寿的心底刚泛起这般念头，忽然感觉有一双眼睛在背后注视着自己，他瞬间汗毛都炸了，灵觉一阵狂跳。哎呀，玩笑，天道老爷明鉴，弟子平时大胆的想法多了一点。赶紧将此前的念头抹掉，那般惊悚之感顿时消失无踪。得，老老实实看戏，保一手有秦玄雅的血亲，等待我出场的契机吧。有秦玄雅过来还要一阵，李长寿施展土遁，跟在这一群妇人和护卫的脚下。此时飘在宫中各处的那些黑影，修为有高有低，从反虚境到真仙颈部等，气息浑浊且伴着凶煞，完全可以称之为不成器的魔修。众多黑影此时也被这些妇人所吸引，直接朝着此处围攻，远远打出各类咒法，轰出一支支法器。贫穷且不成器的魔修。那些侍卫小部分有修为在身，但在这些魔修面前迅速溃败。但这时这群侍卫并未退缩，他们拼命集结反攻，以血肉之躯掩护着后方这些与他们本无关系的王宫妇人后撤。快护着王后离开！没修为的滚，别在这儿送死！见此状，李长寿屈指轻弹，几张符箓悄然飞出地面，贴在几名修为勉强在反虚境的侍卫背后。这几名侍卫双目顿时绽放出神光，仰头怒吼，怒发冲冠，抬手撕开了胸前的铠甲，浑身被仙光包裹，仿佛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他们耳旁大喊：你们被强化了，快点上！这几名被符箓加持的侍卫各自低吼，正面朝着那些魔修迎了上去，背影也带着几分悲壮。灵符的效果只能够持续片刻，李长寿将一颗摄魂珠放在地下，觉得这些侍卫的品性还算不错，稍后自会保他们魂魄一手，让他们能去轮回转生，也只能做到这些了。接着几名侍卫的爆发，这批贵妇人小半逃出了王宫，但宫外也是遍布战火，他们只能够仓皇逃窜。然而国主已死，红林国储君有秦玄雅的哥哥昨日在前线被仙士偷袭身亡，绝大多数的国主血脉要么是在各自封地，要么是在前线御敌。那些黑影、城中叛军以及偷袭入城的部落铁骑，此刻的目标就是这些妇人。源源不断的敌军袭来，王宫中那名手持长鞭戴着面甲的女真仙也带着一群黑影不断追击。更麻烦的是，城中还有数百敌方仙士也加入了围堵红林国遗孀的行列，他们要斩尽杀绝。渐渐的，王后身旁的人影越来越少，她却反手拉着那名年轻女子，始终不肯放开。大城之北，
数百里，一颗冰蓝色的彗星自天边飞来，拖着淡淡的尾迹。有秦悬崖以他自己都想不到的速度赶到了此地。李长寿手掌张开，五指合拢，又有一抹风遁道韵遥遥加持在他的身上。李长寿仔细的思索，很快就有了决断，在袖中拿出了一支本体指道人，对着侧旁散了出去。如此，稍后若遇到了什么危情，必须自己全力出手，那就用2个身份同时登场，试试能否借此机会消除自己根脚暴露的隐患。浓烟四起的城池，火光耀红的夜幕，有秦悬崖的先是远远探查到这一幕，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向前疾飞。凡人生灵就如同一支支蜡烛，随时都能被风所吹灭。上空已有怨魂盘踞，崩碎的红灵国气运龙脉洒落点点余晖，一股悲怆扑面而来。有秦悬崖道心狠狠的一揪，急急冲向城中。有秦师妹，先来我这儿。熟悉的嗓音突然在耳旁响起，有秦悬崖愣了一下，心底拼凑了一路的坚强几乎在瞬间破碎。身周传来轻轻的拉扯之力，有秦悬崖顺势而下，急匆匆地落入了王都城100里外的密林中。一道身影站在缓坡上，眺望着浓烟滚滚的红林国王都。这背影，这气息，有秦悬崖自是一眼就认出了是谁。杜仙门，李长寿。师兄，你怎么在此处？有秦悬崖背着大剑快步向前，眉头轻皱，低声道：阐教一脉的道威仙宗已经将来路封死，师兄莫要涉险，还请速速离开此处。我有遁法，不必担心。李长寿扭头回了一句，笑道：不如我来助你，咱们细细谋划，稳妥一些救出。师兄。有秦悬崖已经走到了李长寿的身旁，仰头注视着这个永远看不透的男仙，目中划过少许温柔，但一个呼吸后只剩下清冷。星光中，他的肌肤7双傲雪，星眸柳眉，薄唇巧耳，高挺英气的鼻梁仿佛在诉说着他最后的坚持与倔强。此刻让李长寿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乌黑的瞳孔，其内映着星光，而星光便是他身影的轮廓。师兄，我是红林国公主，理所应当为护国而战，但师兄你只是杜仙门门人，若出手便会给对方落下口实，我不想因此事牵连门内，还请师兄勿要多劝。你这般想便有些偏颇，你就不是杜仙门的弟子，你我既是同门，也为好友，我如何能看你陷入此地不管？可师兄，我……有秦悬崖话语一顿，注视着李长寿的面孔，随后又露出了些许微笑。他轻轻呼了一口气，话语之中有着几分故意流露出的轻松。师兄，你我都改变不了今夜之事，我去只是为了尽为人儿女之责，若师兄执意相劝，那你我今后不做好友也罢。李长寿不由皱眉，有秦悬崖已是对着李长寿抱拳低头行礼，他转身踏步向前，只留给他一个昂首挺立的纤瘦背影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将他击退，仿佛也没有什么困难能将他打倒。有秦师妹！李长寿呼喊了一声，有秦悬崖的身形停顿了一下，嘴唇颤了颤，并未发出什么声响。他并未扭头，而是一跃而起，身周出现了道道剑影，化作流光飞向前方战火缭绕的城池。怎么办？打晕他？李长寿苦笑了一声，若是真的阻止他，只怕他日后不免还是要产生心魔。他的宁折不弯，不只是面对强敌，也是面对自己人呐。随你去吧。李长寿背负双手，缓缓闭上双眼，心底浮现出有秦悬崖在空中前冲，与对方几名仙士正面交手的画面。
他背后火鳞剑匣出现一条条裂痕，铿锵剑鸣声中飞出16把包裹着冰蓝色火焰的飞剑，在他身周环绕盘旋。因御空时速度骤降的缘故，长裙裙摆向前飘起，宛若一朵冰莲在夜空绽放。城头上空，仙剑呼啸，法宝光芒闪耀。山坡上，李长寿左手抬起，右手扶住左手手腕，手掌遥遥对准了有情悬崖，掌心涌出一缕缕无形无色的道韵波动。100里外，城头上空，有情悬崖前冲的速度突然激增，仙剑周遭的冰蓝色火焰暴涨数倍。那几名仙士猝不及防，只是一个照面，法宝就被击飞，身形被仙剑灌过，顷刻之间便化作了几具尸首，从空中摔落。有情悬崖长发与裙摆微微舞动，身形在空中轻轻回旋，右手握住一把飞来的长剑，身周伴着点点星光。浅白布靴包裹的玉足向下一点，他身形冲入这一处大城之中，径直朝着王宫之外黑影重重之地飞去。本已大获全胜，正在各处搜集宝材的敌方仙士，此时也注意到了有情悬崖的身影，立刻有真仙境的仙士向前阻拦。李长寿遁入途中，迅速回返王都城地下，在袖中摸出了一把把各色符箓。堕仙门普通元仙门人这个竹马甲擅长土遁和符箓之阵，这一点却是不能忘了。今天就照你一次，以后打500年的工来还吧。真是的，就不能听人把话说完了？李长寿的心底一阵嘀咕，但是目光渐渐的多了几分锐利。阐教以外的道威仙宗，此事背后莫非会有什么阴谋算计？当然最大的可能性是这家仙门控制的2个部族与红林国刚好同时接壤，或是道威仙宗有意在经营东胜神州西南部这片区域。换作旁人也许并不会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，但对于人教3巨头翟兰稳之小稳而言，但凡有这般可能性，他就必须要思考清楚，做好应对的方案。假设针对红林国是有人设下的局，那其目的是什么？故意引起冲突，借此确定水神本体在渡仙门中？应该是已经有人怀疑到自己的身上了吧。李长寿双目一凝，仔细感受着本体型指道人身上的各类禁制，不由陷入了沉思。自然他也在保持一心多用，暗中助有情悬崖御敌。有情悬崖宛若自天而降的女战神，在外人感觉仅仅是真仙境修为，但是周身盘旋的飞剑却是无比的迅疾，每一次攻势都能够划伤数人，哪怕是同等境界的炼气士也难以与他正面相抗。除却有李长寿暗中相助，此刻有情悬崖也在拼命地催发自己的仙力。他的仙识已经锁定了被众黑影围攻的母亲与长嫂，有情悬崖此刻迫切地想要冲上去救出他们，却无法计算仙力该如何合理分配。忽然之间，有情悬崖！一声怒斥响彻王都的夜空，又听噼里啪啦几声脆响，那名身披黑袍戴着面甲的女子冲到天空，手中长鞭一甩，远远地对着有情悬崖打出了数道乌光。围攻有情悬崖的几名仙士立刻皱眉后退，有情悬崖却是趁此机会找准空档向前急窜，数把飞剑向前急迎。那几道乌光中各自有一把4寸长的石梭，距离有情悬崖数10丈时被飞剑击中，随之炸出了一蓬蓬黑雾。漫天黑雾朝着有情悬崖席卷而来，有情悬崖的身形立刻后退，却依然不免被黑雾包裹。毒只是丝毫，有情悬崖身周护体仙光几乎被破。有情悬崖立刻拿出2颗李长寿所赠的解毒丹，塞入唇间。地下躲着的李长寿长袖飘舞，一股强风在城中各处吹起，由下而上。
将那些即将扩散开的黑雾卷向高空。戴着面甲的女子仰头大笑，此刻丝毫没有在意自己放出去的毒物被莫名其妙卷走之事。那双本应透亮灵秀的双眼中满是恨意，死死地盯着有清玄雅。你也有今天。有清玄雅持剑而立，右腿拳起，左脚脚尖点在一把飞剑上，裙摆并长发于夜空轻舞，一言不发，再次朝着自己母亲与长嫂被困之地冲去。那戴着面甲的女子一声低喝：拦住他！活捉他来我身前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城中不少与这女子同阵营的仙士略微皱眉，大家都是来凡俗混的，谁都不想听这种一看就是坏人的真仙差遣。但是这些仙士想起此前接到的指令与威胁，只能够再次出手了。有秦玄雅再度陷入重围，但是凭借一手御剑之术，外加李长寿暗中给的助力，却是以一敌众，撑了下来。仙影重重叠叠，剑光起起落落，道法引雷唤风，一剑倾城决然。激战之中，有缩形法宝袭来，结结实实地砸在有清玄雅的背后，打得他身形踉跄，却强行忍住鲜血逆涌，元神迅速控制几乎被打散的仙力。不多时，有清玄雅的身上多了一些伤痕，她唯二喜爱的冰蓝长裙增了几处破损，简单竖起的长发发梢也多了些许焦黑与冰晶。